悠悠山庄，海童回到了婚房，推开房门入内，满房的大红色喜字，感觉时间过去了，一回房，提醒他不过是他婚礼后的隔天，才过去半天时间呢。陪着老太太在山脚下跟那些工人谈天说地，他也听到了很多小家庭的八卦忽然间就明白老太太为什么喜欢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了，是为了吃瓜听八卦的。他也喜欢这种日子，不过老太太年纪大了，她是退休在家养老的老人家，可以天天跑到山脚下听八卦。他还年轻，不能过这种生活，还得继续拼搏呢。等他将来头发花白了，与战印一起退休，夫妻俩能走动的时候，到处去旅游。年纪再大一点，就学着老太太，时不时找人聊聊天，八卦一下别人家庭里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铺着大红色喜字床单的床上，他家男人还在那里躺着。这家伙这么能睡。海童走过去，在床沿边上坐下来，伸手就想推醒战印的手伸出了，却没有推他，而是落在他的俊颜上，轻轻地摸着。平时总是板着一张脸，脸上的皮肤倒是保养得不错，挺滑手的，手感好。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手，战印睁开眼的同时也笑着。既然觉得手感好，那就赏个吻吧。你早就醒了的，装睡骗我是吧？战印笑着，刚醒来你就回来了，就我便躺回床上，看看你会不会偷亲我。海童也笑，你是我老公，我男人，我想亲就亲，光明正大的亲，哪里用得着偷亲？那你倒是光明正大的亲我呀。昨晚咱们的洞房花烛夜，你都没有亲我一口就先睡着了。她怀着身孕，又是孕早期，他们的新婚之夜什么都不能做，这对于吃了1年肉的战某人来说真的是煎熬，却也只能忍着。海童笑着捏一把他的脸，明明是你让我先睡的，还怪我睡着了没有亲你一口。结婚1年多以来，我都不知道亲你多少口了，那是以前的，昨天咱俩的婚礼，昨晚是新婚之夜吗？来吗？老婆，来亲我2口，光明正大的亲我。某少化身为牛皮糖，禅宫一流的牛皮糖拉着海童要他亲他。本来嘛，夫妻恩爱，亲吻的行为也没少做。海童早就练就了铜皮铁臂，不知道害羞为何物的了，此刻却忽然脸红耳赤的，对着他家俊美的男人亲不下去了。谁叫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一脸的无赖样。下一刻，海童却一手捂住了战印的双眼，然后堵住了他的嘴，战印就2手一把搂住他的腰肢，化被动为主动啊。结束深吻后，战印坐了起来，让海童躺着，头枕在他的大腿上，方便他的大手摸摸他还平坦的小腹。这账先记着，等这个小家伙出来后，我再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吧。海童脸红红的，老婆，我好久没有看到你脸红红的样子了。以前你调戏我的时候，是我脸红，我还以为你脸皮特别厚呢，后来才知道你就是个纸老虎，并不比我好多少。我一反攻，你就傻了眼。海童嗔着他，满足你了，赶紧起来，都要吃中午饭了，你也睡得太久了，难得休息吗？最近实在是太忙，累得很了。海童坐起来，主动地与他拥抱一下。老公，累着你了，为了你，我累一点无所谓。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劳累都交给我，你只要幸福快乐，无忧无虑就行。你以为我是洋洋，真能无忧无虑啊？好了，快去洗刷吧，是真的要吃午饭了。大家已经起来，你已经睡了一上午，现在不觉得饿吗？海童轻推着他，要他赶紧去洗刷。战印不情不愿地下床，走向洗手间，嘴里说道：彤彤，你对我的依恋少了，以前总要在房里和我腻1个小时的，现在才几分钟就催我了。海童哭笑不得，他都不好意思说，
就以前他叫他起床，最后却在房里待上1个小时左右才出门，那是因为被他哄回了床上，跟他制造小娃娃。别看他一向端着严肃的俊脸是人，在床上他热情如火，他是招架不住的，就总是他向他求饶：彤彤，你帮我找套衣服过来吧，我换上。海童没有说话，不过人跟着下床，去帮他拿衣服。现在他休婚假，不用穿的那么正式，便帮他拿了一套家居便服。他的衣服比较单调，白色的短袖衬衫，黑色的长裤，只有运动服才是短腿裤。海童也给他买了7分裤的，但他不穿。他说他腿毛太多，穿着短裤露出来一腿的毛，那会破坏他俊美的形象。他才知道他家男人原来也爱美的，就很努力地维护着他俊美的形象。之后呢，他就没有再给他买过那样的裤子了。虽说深秋了，管城还是很热，穿短裤才舒服，你又不肯穿。人家老三为了乔涵，连女装都肯穿呢。我给你买了7分裤，你还嫌会让你露出一腿的腿毛。海童边把衣服塞进去给他，边念叨着：老三穿女装。战印还真不知道这件事。他探出上半身，已经脱掉了上衣的他，露出精壮的上身，有故意诱惑他家美娇妻之疑。可惜老夫老妻了。海童看着此刻的他，没有了最初的情艳了。径自说下去，我是听乔涵说的。乔涵跟我倒是聊得来，老三竟然没有告诉我，他还真的穿了女装呀，为了追妻。他够拼的，1个2个都把我这个大哥比下去了，还教人怎么活呀。说着，战印关上了浴室的门，就换上爱妻给他拿来的白衣黑裤。他休假时的标配。爱妻是给他买过短裤，让他平时休假在家就穿，出门没那么热，他穿不习惯。跟爱妻抗议了1次后，就再也看不到那样的裤子了。就算他现在想找一条出来穿一穿，都找不到了，估计被彤彤拿走送人了吧，那也不知道他送给谁了。彤彤，战印边开门出来边问道：你以前买给我的短裤呢？退货了，你不穿我就退货了。战印顿时松口气，退货好呀。退货好呀，主要不是送给其他男人穿就行。抬头对上爱妻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他正上下打量着她的身材。战印顿生不妙，正想说话，他老婆先一步开口了。听得他说：战印，你这身材，这面容，要是扮女人，说不定也是个倾城倾国的大美人呢。不过你身材过于高大，五官虽然俊美，却也硬朗，棱角分明，扮女人可能不像老三的五官比你的略柔和一点。他穿上女装，化了妆，扮成个女人，都很容易穿帮。战印就猜到他的老婆大人是那样想的，他挺直了腰肢，说道：我这种5大3粗的粗男人，哪里适合扮女人？彤彤，咱们不跟老三比哈，他是不给我们男人活路的。扮女人讨乔涵欢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卷死人了。海童笑道：不得不说，他那样做是真的让乔涵感动了一番。乔涵说他那天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老三，换上了女装，让老三看到了他女装的样子。他说他从有记忆以来都喜欢男儿打扮，扮男人扮了20几年，早就习惯了，很难改过来。父母都没有看到过他穿女装的样子，却穿给老三看了。战印揽着老婆的腰肢，带着老婆往房外走去，边走边说道：所以说老三太卷了，不给其他男人活路，他卷成那样早晚会挨揍的。老三也是够拼的了，也是老三是挺卷的，那也不知道他和乔涵今年有没有希望订婚啊。乔涵虽说被他感动，也算是接受了他的感情，还是没有恢复女人的身份，爱的还不够深呗。况且乔涵女扮男装20几年，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一下子很难改过来的。能为老三穿一次女装已经很好了。
老三那么拼，肯定能在年前就订婚的。至于什么时候领证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明年初我们家里会接二连三办喜事呢。老二订了婚的宁云初的眼睛在复明之中，能看清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远。老二说过等宁云初康复后就办婚礼的。老四开始了吗？老四的未婚妻可有参加我们的婚礼？老二老三的爱情有了结果，海童便问起老四的事。易阳上次找过奶奶后并没有下文，不知道他应该还没有行动起来吧。他拿到相片的时间晚，截止时间到明年秋了，他不用着急。今年过年他没有压力的，他没有行动。我也不知道他的人选是哪家千金，应该吧，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吧。战一阳说他老是做梦，梦到跟一个女人纠缠不休，但那个女人并不是奶奶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他以此为借口想让奶奶饶了他，但是奶奶说了让他自己去探寻真相。为什么会反复梦到一个女人，还跟对方纠缠不休？奶奶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他也要去接触一下，只有去接触了，他才能寻找到真相。彤彤现在还是属于咱们的大好日子吧，别老是提他们，个个嘴上抱怨着奶奶，说不喜欢女方，结果追起妻来卷死人。海童笑道：好好好，不提他们了。说着他在他的脸上吧唧一下。由于是两个人的新婚期间，大家都在中心主屋这边吃饭，餐厅里的那张长长的餐桌上坐满了人啊。那除了战家所有人之外，还有即将嫁入战家的宁云初，他的小姑姑夫妻俩以及他的弟弟宁天磊，然后被留在山庄里住着的乔家一家4口也在。就以后会是亲家吗？乔家就只有一家4口，看到战家人丁如此兴旺，乔董羡慕地对老太太说道：老夫人，你是最让人羡慕的了，真正的儿孙满堂。老太太喜欢这样的话，嘴上却笑道：是我们家缺女儿啊，想拼个女儿，结果就成了儿子孙子一大堆。乔董，你夫妻俩才好命，儿女双全。乔涵是个女人，在战家不是秘密。没有外人在场。老太太这样点破乔涵的女人身份。乔涵神色自若，无半点不悦。小姨，小姨！楼上忽然传来了洋洋的哭声，一屋子的人才反应过来，他们都忘了洋洋这个小家伙了。我都忘了洋洋。海童边起身边说道，上楼叫了战印就下来了，忘记去叫洋洋起来吃饭。洋洋是跟着战印一起上楼补眠的，最初两人倒是睡在一起，后来战印还是把洋洋送回了儿童房，他怕自己睡得太沉实，一个翻身会把洋洋压扁了。那战印也跟着上楼，洋洋已经开门出来，边走呢边哭喊着小姨，洋洋，小姨在这里。海童上楼后快步跑向外甥，洋洋看到了小姨才不哭，他小跑过来，一把搂抱住海童的腿。海童想抱起他，战印先一步抱起了洋洋。小家伙有点重了，你少抱他，别累着自己。一丈，小家伙脸上还挂着2行泪，被战印抱起来了，又软软的叫了一声一丈。洋洋怎么哭了？战印温柔地帮他擦去脸上的泪。洋洋说道：我醒来没有看到一丈，也没有看到小姨，就哭了。战印笑，是一丈的不对，一丈没有叫洋洋起来。他抱着小家伙回到儿童房里，海童拿来毛巾帮他擦洗一下脸，那让他能更加的清醒。战印又抱他进了洗手间洗了手，夫妻俩呢才带着洋洋一起下楼用餐。啊，那被小姨和一丈牵着的洋洋又开开心心的了。海童看了丈夫2眼，战印也看他，夫妻俩都不好意思的笑，只顾着卿卿我我，谈情说爱，都把洋洋抛之脑后，差点就让小家伙饿肚子。饭后有工人的孩子跑来找洋洋玩，洋洋立即就不记得小姨和一丈姓甚名谁了。他拿了个袋子，把自己喜欢玩的玩具装了一袋子，然后拖着袋子一溜烟跑出去玩。战家长辈都疼他，
每次他过来给他买了很多新玩具，走的时候他一般不带走，因为他经常过来住几天。故而老太太让人买了个玩具货架，放在大厅一角，专门给洋洋放玩具的。被几家长辈宠着的洋洋，是去哪家住下，那家都会有秀多他的玩具。海童跟着走出屋，冲着外甥的背影叫喊着：“洋洋，你别跑那么快，小心摔着。”小姨，我不会摔着的，我去玩了。洋洋提着一大袋玩具，跟着一班小朋友跑了。那声音从远处飘回来。海童扭头对跟着出来的战印说道：“这小子啊，自来熟，跟谁都玩得来，那不好吗？那要是他跟谁都玩不来，整天黏着大人，大家又得头痛了。”战印笑道：“做人挺难的，孩子也不容易，活泼好动又要被说调皮，安安静静的又被说木讷，不管做什么，大人都能找到借口批评他们一顿。貌似啊，还真是。做人吧，是挺难的。你还要补眠吗？”海童问他。战印牵起他的手，牵着他往外走，边走边笑道：“你老公我又不是睡神，已经睡了一上午，再睡下去晚上就睡不着了。你需要休息吗？”海童嗯着，一会儿再睡，现在才吃饱，马上睡觉得难受。正好我陪你散散步，消消食，一会儿回来午休。那海童自然没有意见，他先循着孩子们的笑声走去。一般小朋友全都在儿童游乐园那里玩，洋洋带出来的一大袋玩具被扔在一旁。小夫妻俩没有进前，不想打扰孩子们的玩乐。他们要是过去了，那些工人的孩子会显得拘谨，玩得不能尽兴。去凉亭底下坐坐，吹吹风。今天的天气是真爽，太阳放假，天空也不算暗沉，还有风，舒适凉爽。战印牵着爱妻走向不远处的一座凉亭，在凉亭坐下来，坐了片刻，他便拿出手机，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看一下新闻热搜。别看太多的手机，伤眼睛。我就是无聊的时候看看，不会看太久的。海童边说边往下拉，看更多的热搜。在热搜最底呢，看到了一条新闻，是与段芊芊有关的啊。段芊芊这个情敌，海童差点都忘记了。忽然看到一条与段芊芊有关的新闻热搜，海童便好奇地点进去看。段氏集团能与战氏集团合作，那是有实力的大集团，在他们那个城市里，段氏集团也是排得上号的公司，很有影响力。所以段芊芊与大堂兄段祺争夺总裁之位的事情才能上热搜啊。新闻报道并不算长，只是说段氏集团的接班人现在晦暗难明。段芊芊现在虽然只是段总的秘书，但她是段总的独生女儿，她给段总当秘书是段总亲自带着她教她。她的能力也不算差，至少在段祺冒出头之前，段氏上下以及外面的人都以为段芊芊会是段氏集团的接班人。战印，你看这新闻。海童把手机递到丈夫的跟前。战印说，他叫我老公吗？听你叫我战印，我总会头发绷紧，生怕我做错了事要被你批评教育。说着，他从他手里拿过手机，边看就边问道：“什么新闻啊？”他看了2眼后，就将手机还给了爱妻，脸色也淡了几分，说道：“他的新闻有什么好看的？我早就说过了，能治他的人是他爸，我们也无需出手，自有他爸管他。要是段总管不了段芊芊，真让战印出手的话，段氏集团肯定会遭到打击的。对付敢破坏他和海童婚姻的人，战印不会心慈手软。还有那个与他同住一处别墅区的什么人，名字他都不记得了，因为他压根儿不认识那个女人，不知道那个女人什么时候见过他并爱慕他的。有时候想想，战印觉得自己挺冤的，他从来不主动去招惹那些女人啊，是他们自己要喜欢他的，关他什么事？他能管得了别人的心吗？
他能管住的是自己的心，他的心给了海童，这辈子都只是海童的男人，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那些人不管做多少事都是白费劲的。段祺是段总的侄儿，他大哥的儿子也是他最大的侄儿。段祺倒是有点手段的，也有股狠劲，能力也不输于段芊芊。在段氏集团里是段总的左膀右臂。段芊芊还没有进公司之前，段氏的人都以为段总是培养侄儿当接班人的。战印说到段芊芊有能力，段总自然是让自己的亲生骨肉接班。但段芊芊要是无法带着段氏集团走向辉煌，反而会拖累段氏集团，他就会舍弃让亲生女儿接班的计划，改而让侄儿接班。段祺有野心，以前觉得自己没有指望，段芊芊犯了我的大忌后，段祺就抓住了机会。我们能收到那些相片，不仅仅是苏南查到的，也有段祺的暗中帮忙。段祺最想看到的就是段芊芊被段总所弃。段氏集团庞大，段总家资雄厚，他的兄弟叔侄哪一个不想成为段氏集团的掌舵人？能成为段氏集团的当家人，就等于握着了段氏的经济命脉了。好好经营下去，财源滚滚来，谁不羡慕，谁不想要？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女人怎么样了？段芊芊的近况，海童通过新闻现在知道了，就那个暗中帮着段芊芊的情敌，海童都忘了。虽说他找上门警告过对方，不过他真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现在这连对方姓什么都忘了。战印冷笑，他能帮着段芊芊，无非是他引以为傲的财富。他拥有那样的财富，才能与我们同住一处别墅区。我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让他一点点失去他拥有的一切。彤彤不用去关注他们怎么样，谁敢破坏咱们俩的婚姻，就是找死。要是杀人不犯法呀，我早就灭了他们，还容得他们跑到你跟前来嚣张。杀人犯法，要偿命的，你可别做犯法的事哈，那样太吃亏，太不值得了。海童就连忙提醒他，他可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像某些里的男主角那样，犯了法也能像个没事似的。不管是什么身份，人脉多少，他都不希望自己的男人仗势欺人，干下违法之事，不值得呀。做个守法的商人，赚来的钱花的也心安理得。战印好笑的道：放心吧，你老公我绝对不会干杀人放火犯法之事的。我们战士做的生意也是合法的正当生意，就算是我的敌人，我也只是通过生意竞争，慢慢的让对方落败。对手厉害的话，我花上几年时间都未必能打倒他呢。你看我和你表哥以前是死对头，斗了多年，我还是没有办法吃掉商氏。不过呢，商氏也吃不下我战士，分分钟就让人破产的本事。那你老公我是没有的。战印承认自己没有里的男主那么厉害，分分钟就能让人家公司破产。他对付敌人都需要一个过程，你出手了，那我就不管了。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管这种事。反正我信你。海童的头靠在战印的肩膀上，靠了没2分钟，他又坐正身子，再看了一次段芊芊的那条新闻，说到上次你向段总告状后，段总应该是从国外回来的了，按理说段芊芊也该死心，向他爸承认错误，毕竟是亲父女。段总又只有他一个孩子，父女俩不会闹到现在这番地步的。是不是段芊芊还在背后做了什么事？你瞒着我不让我知道的。战印说道，也不算什么事，无非是段芊芊找的那个替身，贪恋段家的钱财，好不容易能攀上高枝，难以打发而已。段芊芊因为他与段总起了争执，父女的矛盾便这样产生了。再加上有段祺在背后放暗箭，父女俩之间的裂痕不就越来越大。段芊芊和她的母亲都怨段总，觉得这段总是想将家产及公司送给侄儿，
母女俩越是闹腾，段总对女儿就越是失望。段祺的手段肯定不止于此，不用看，到最后上位的人必定是段祺。段芊芊是自己毁了前途，战印对此一点都不同情。段芊芊是明知道他和海童已婚，还打他的主意，更嚣张地找上门，竟然想让海童与他共享他，当他是共享单车呀。那对于这样的人，战印都懒得亲自出手，交给段总教女便可啦。段总疼女儿是真啊，但他更重视段氏集团，他不会容许女儿毁了段氏集团的。段芊芊以后能得到的，大概是段氏集团的一点股份，在公司里没有太大实权的职位。段总会给他房子、商铺、存款，但是段氏集团的管理权不会给到他，连段氏集团的股份，段总都不会给女儿太多，顶多就是给一点点，让女儿可以分红。保障女儿以后的生活吧。豪门里就是争斗多，老公，我还是喜欢你们家里的气氛，特别和谐，兄弟叔侄和和睦睦的。战印揽着他，让他重新靠在他的身上。他笑，我家也是你家。奶奶说的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旺。海童点头，家和万事兴谁都会说，这几个字读出来很容易，写出来也不难，但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却很难很难，没有多少大家庭能真正做到的。战家是老太太有凝聚力，她老人家也会调教培养儿孙，给儿孙娶妻都讲究娶妻娶贤，贤妻服3代啊，儿孙都娶了贤妻，才能将战家的家和万事兴延续下去，让战家一直兴旺发达。阿涵、乔涵，你别走那么快吗？我都要跟不上你的步伐了。战浩宇的声音忽然传进夫妻俩的耳里。两人都循声望去，看到战浩宇正追着乔涵走。战浩宇手里还捧着一束花，大概是刚摘的花吧，没有包装好的。乔涵停下来，扭头说他战浩宇，你能不能闭嘴？这3个步你都要跟着，还要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你才多大啊？比我爸妈还要唠叨呢。战浩宇把那束花塞给他，嘻嘻的笑。我奶奶就是说我嘴太多，能说会道的，而你沉默寡言，话太少，才把咱们配成一对儿的，那样你就不会寂寞了。咱们这样叫做取长补短。要是咱们俩都是闷葫芦，以后咱们的小家会一点生气都没有，太过于安静。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是羡慕我大哥大嫂的恩爱而已。哇，你有没有觉得我大嫂和二嫂穿的裙子很好看？那你要不要试一试？我又给你买了好几条新裙子，我觉得很适合你的。乔涵是穿了1次女装给他看，也说了他只穿给他看过，他该知足了。可人的心呀就是贪的，就他见过了乔涵穿女装的样子，特别的惊艳，想天天看到他穿女装。所以出了主屋后，他就跟在他身边，念叨着女装的漂亮比男装多样化，夸乔涵身材好，说乔涵换上女装简直就是仙女下凡。他太喜欢乔涵换上女装后的那股清冷的气质了。他的2个嫂子都很美，不过他最喜欢的，觉得最美的还是他家乔涵呀。战浩宇，我说过我不穿女装，也不喜欢穿女装，上次穿给你看。那是仅那一次，你不要太贪心了。乔涵这句话说得很小声，却又咬牙切齿的觉得战浩宇太贪心。安静了几天，又开始缠着他穿女装，那他不穿女装，他就不喜欢了。不喜欢他最好，他还乐得耳根清净呢，天天唠唠叨叨的，像个老妈子一样。那一张嘴是能说会道，也油嘴滑舌的，就跟他在一起，他的话都不自然多了起来。他将那束花又塞回战浩宇的怀里，说了我不喜欢花，你一路摘，把仅有的花都摘光了，让别人还赏什么？这个季节花的花不算多，
悠悠山庄养的花多，才还有点鲜花赏赏，就他却一路摘了那么多的花。战浩宇笑道：“你是心疼花呀，没事。转过年，春天一来，百花盛放，多了去，到时候山脚下的那成片成片的花海，美如仙境呢。”他不是心疼花，他是告诉他，不要再摘花送给他。他性格男性化，是真的不喜欢花。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园玩，咱们去看看洋洋吧。战浩宇没有再送花，这个环节和乔涵纠缠了，牵起他的手，笑道：“你不喜欢这些花，以后不送你便是。我送些你会喜欢的，也不会枯萎的花。”乔涵甩开他的手，说道：“我什么都不要，你不用送我礼物。他送的礼物都是女孩子才会喜欢的。他虽是女人，却不喜欢女孩子的礼物。我不送你礼物，要不你送我礼物吧，阿涵。我很少能收到你送给我的礼物呢。”战浩宇追着乔涵走，边走边笑道：“你送礼物给我，不管是什么，我都喜欢的呀。”乔涵懒得搭理他。凉亭里的战印和海童看着那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海童笑道：“他们俩挺热闹的。”浩宇话多，乔涵话少，两个人在一起还真的是取长补短。奶奶给他们挑选媳妇儿，是按照着他们的脾性来挑选的。只要他们与奶奶挑选的人选相处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爱上对方。他揽住海童，海童靠着他，夫妻俩就一起眺望着远方。幸福的时光转眼便过。海童3朝回门后，大家的生活回归正常。上班的上班，要上幼儿园的也上幼儿园了。转眼间便又过去了半个月。商家那蹭早餐吃的君然和商小飞一起走出餐厅。商太太夫妻俩起得早，他们早就用完了早餐，出去散步了。家里呢静悄悄的。吃饱喝足的商小飞不想太快出门，便走到大厅的沙发前坐下来，对君然说道：“咱们坐一会儿再去上班。你上午要开会的吗？要开会的话，你可以先走，我不着急的。我10点才有会议，跟秘书说了，以后开会的时间不能早于9点。免得我赶不过去。”君然走过来，挨着他坐下，温声问他要吃点水果吗？不用，刚吃饱，哪里还能吃得下水果？早餐也搭配着新鲜水果的。商小飞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来，准备刷一下朋友圈的，看到手机上的时间，一头望了望楼上，问君然：“今天貌似还没有看到我大嫂吧？”大嫂还没有下楼，应该还在睡。蓝鲸快生了，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就翻来覆去的像间咸鱼一样。商无痕看着老婆大人那高高隆起来的肚子，整日提心吊胆的，生怕蓝鲸的肚子都被撑破。唯一好一点的是，蓝鲸现在虽说还会吐，只会在晚饭后吐一次了，不像以前那样吃什么吐什么。我上楼去看看。商小飞起身就走，君然看着他上楼，就他是男的，不好意思跟着商小飞去蓝鲸的房间。很快，商小飞来到了大哥的房间门口，他抬手敲着门，边敲门边问道：“大嫂，你起来了吗？”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蓝鲸的声音。就蓝鲸应了商小飞后，又等了几分钟才过来开门。“大嫂，8点了，我看你还没有下楼吃早餐。”“哎呀，上楼来看看大嫂，你没事吧？”蓝鲸习惯性的一手托着隆起的肚子，笑着：“我没事，就是近来睡得不安稳，就赖床了。你大哥起来时，我就醒的了，就不想起来而已。你还没有回公司啊？一会儿再回去，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就回去看看，然后就去书店逛逛。小军守着书店，彤彤还在蜜月期，这1个月里都不会回公司。办了婚礼后，虽说小夫妻俩没有出门度蜜月，也没有上班，小夫妻俩几乎天天都待在悠悠山庄，过着慢节奏又悠闲的生活，快乐似神仙。偶尔商小飞去山庄看海童，
看到小夫妻俩过着悠闲的生活，都心生羡慕。彤彤还在蜜月期，让他好好的享受蜜月的幸福快乐。他妊娠反应严重吗？蓝鲸走回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肚子太大，站不了多久就会觉得累啊。已经不吐了，他就松口气。商小飞在大嫂的身边坐下，看着大嫂的肚子，伸手摸了几下，说道：“就是我这个侄儿最调皮了，把他大嫂折腾得够呛的。呀，大嫂，他动了，在踢我。”商小飞感受到了胎动，觉得好神奇。蓝鲸笑道：“现在是早上胎动比较少，晚上呀胎动就厉害了。你大哥最喜欢逗他了。他妊娠反应严重时，商无痕都想把孩子打掉。等到有了胎动后，感受到小生命在他肚里健康成长，商无痕对孩子才有了点父爱啊。那蓝鲸曾经害怕孩子生出来后，商无痕会不疼爱孩子，现在放心了。”商小飞又摸了几下，说道：“小宝贝，我是你姑姑，你也睡醒了吗？听到我和你妈妈说话了，听到姑姑的话，就再踢姑姑的手一下。”小宝宝还真的又踢了一下。大嫂，他听得见，他回应我了。蓝鲸笑：“你摸他了，他就会踢你。”哦，不是说他能听见你说的话，他自己也摸着肚子，从有胎动后，他就很喜欢摸着肚子。大嫂，你什么时候要去做产检？哎，我有空，我陪你去。大嫂每次产检都是大哥陪着去的。商小飞觉得大哥最近太忙太累，他想帮大哥分担一点。明天才是产检的日期，现在怀孕晚期，产检的时间越来越密集。蓝鲸忽然皱着眉头：“大嫂，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看到大嫂皱着眉头，商小飞关心地问着：“是不是我逗着小宝宝，他踢得太大力，踢痛你了？”“不是，好像肚子有点痛。”蓝鲸就说道：“也不是很痛啊，就是有点隐隐痛。”商小飞霍地站起来，紧张的道：“是不是要生了？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可是呢，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呢。我听说也有些宝宝会提前出来的。”早产，对，就是早产。蓝鲸觉得自己不是早产，他说道：“我现在是37周加，不属于早产了吧？小飞，你先别紧张，也不定是要生了，就是觉得有点隐隐痛而已，不舒服就要去医院。咱们家去医院还有点距离，可不能等到大痛了再去医院，那万一半路上就生了呢？”商小飞虽然未婚，没有生娃的经验，由于大嫂怀孕，大哥买了不少与孕期知识有关的书本回来看，他闲时也会翻看一下，也就懂一点了。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晚也会嫁人，也得生娃，提前学习学习，以后不用慌。